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白泽卓二医生所著的《科学抗衰老的100个方法》这本书。这次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有一些很有益的食材，能在你睡觉时恢复全身疲劳，让体力大幅提升，请务必每天食用。第二，那些被忽视的食物，却可能让你看起来更年轻。那么从第一部分开始，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神奇食材是，在睡觉时帮助身体恢复的夜宵生食。如果在傍晚之后吃了难以消化的食物，那么在睡觉期间，胃肠仍然需要持续工作，身体就难以真正休息。为了消化食物，身体会消耗能量，从而使本该用于疲劳恢复和细胞修复的重要过程被延后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并调节身体节律，推荐大家食用生食。所谓生食，就是不经过加热的食物。这类食物富含容易被加热破坏的营养素，特点是对身体温和且营养价值高。其中最重要的是酶的作用。酶能够帮助食物的消化和吸收。虽然人体内也能生成酶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其生成量会逐渐减少，因此需要从外部补充。由于酶遇热容易被破坏，因此只能从生食中摄取。通过摄入含酶的生食，可以减少用于消化的能量消耗，从而把更多能量用于身体修复和激素平衡的调节。说到生食，很多人会想到生蔬菜，但实际上生蔬菜反而不太容易被消化吸收。不过除了蔬菜之外，动物性食品中也有优秀的生食选择。其中最推荐的是生鱼片。生鱼片中保留了对热敏感的酶和抗氧化成分，可以有效摄取营养。必须谨慎选择。如果在晚餐选择易消化的生食，就可以让内脏得到休息，为身体的再生与恢复创造良好的环境。通过引入生食，还可以提升睡眠质量，让第二天早晨起床更加轻松。另外，生鱼片本身营养价值极高，是非常推荐的食材，因此也强烈建议在晚餐中食用。接下来介绍第二个神奇食材，能让全身迅速年轻、显著提升体力的食物——洋葱切片。大家在切洋葱时，可能会流泪或感到刺激，这其实是因为一种叫做含硫化合物的成分。含硫化合物是一类含有硫元素的有机化合物，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，能够抑制体内产生的活性氧。此外，含硫化合物与维生素 B1 结合后，会转化为蒜硫胺。这种物质相比单纯的维生素 B1，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并能在血液中停留更久，从而增强疲劳恢复效果，并促进能量代谢。另外，洋葱中的含硫化合物其实可以通过切法来增加，因为洋葱的细胞结构是纵向排列的。如果用刀横向切断纤维，破坏细胞壁，就会生成更多的含硫化合物。也就是说，垂直于纤维方向切片，可以更高效地释放有效成分。不过，这样切也有一个缺点，刺激性会增强，更容易流泪。如果不喜欢这种刺激，可以把切好的洋葱放置一段时间，让刺激成分挥发，味道会变得更温和。另外，通过加热也可以减轻刺激性，同时提升甜味，因此用于炒菜或炖菜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第3个，让肝脏和线立体、焕然一新的印度咖喱加欧芹。一直以来，香草都被认为有助于维持健康，近年来其效果也逐渐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。在众多香草中，特别推荐的是欧芹。欧芹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被认为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的植物，不仅可以轻松作为料理配菜加入，还具有帮助排出体内毒素的解毒作用。此外，欧芹中还含有一种叫做比洛奎林醌的成分，它能够修复细胞内的线粒体损伤。线粒体的健康与能量代谢以及衰老进程密切相关，因此激活线粒体对于抗衰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不仅是香草，香料也具有优秀的健康功效。
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丁香抗氧化能力极强，可以防止细胞氧化，帮助恢复疲劳。姜黄含有姜黄素，有助于强化肝脏功能，也常用于护肝。肉桂有助于稳定血糖，非常适合偏好高糖饮食的人。辣椒促进肾上腺素分泌，增强肠胃功能。胡椒改善血液循环，提高代谢。适量摄取这些香料，可以从体内支持年轻状态。如果觉得这些香料种类太多，难以搭配，那么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——印度咖喱。印度咖喱可以一次性摄取多种香料，通过协同作用，在调理身体的同时，也能美味地预防衰老。当然，如果不喜欢印度咖喱，也可以把这些香料灵活加入到炒菜或汤中，同样有效。接下来第4个要介绍的是能缓解肾上腺疲劳、提升 DHEA 水平的神奇食材——山药。现代人每天都承受着各种压力，这些压力会对身体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，其中之一就是促进皮质醇的分泌。皮质醇本来是为了应对压力，通过提高血糖来提供能量，但问题在于，这一过程会产生活性氧，从而氧化 DNA， 加速衰老。而防止这种氧化损伤的关键，是一种叫做 DHEA 的激素。DHEA 同样由肾上腺分泌，能够对抗压力，参与抗衰老并提升免疫力。不过， DHEA 的分泌量在20岁左右达到峰值，之后会随着年龄增长不断下降，到70岁时仅剩约 20%。因此，日常保护肾上腺功能非常重要，尤其要注意摄取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营养素，如维生素 A、C、E， 以及多酚和类胡萝卜素等。而有一种非常优秀的食材，可以同时摄取这些抗氧化成分，那就是山药。山药富含抗氧化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多酚，是一种对肾上腺非常有益的代表性食物。接下来第5个要介绍的是蛋白质含量极高的神奇食材——木棉豆腐。豆腐是典型的大豆制品之一，不过不同种类的豆腐，其营养价值其实是不同的。其中，木棉豆腐是将较稀的豆浆凝固后，用布包裹并加压去除水分制成的，因此口感更加紧实，味道也更浓郁。从营养角度来看，木棉豆腐由于水分较少，营养更加浓缩，蛋白质和铁含量更高，因此，对于想补充钙质的人，有贫血倾向的人来说，木棉豆腐是更推荐的选择。特别是对于食量减少、不容易摄取大量肉类或鱼类的老年人来说，通过豆腐来补充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成分是卵磷脂，它有助于脂质代谢，同时也被认为可以激活大脑，提升记忆力。因此，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求，合理选择不同种类的豆腐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要介绍第6个，大幅提升肠道菌群多样性的无糖可可。最近大家应该经常听说，为了健康需要改善肠道环境。实际上，在我们人体的肠道中，大约存在1000种细菌，总数高达100万亿个。而促进这些肠道细菌多样性的关键，就是膳食纤维。膳食纤维可以软化大便，促进排便，帮助排出体内有害物质，抑制血糖和胆固醇的上升。膳食纤维主要存在于蔬菜、水果和海藻中。其实，可可中也富含膳食纤维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含有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，以及铁和钙等矿物质。如果减少糖分，制作成无糖可可，不仅可以温暖身体，还能改善肠道环境，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健康饮品，建议大家积极饮用。接下来第7个要介绍的是铁含量超过菠菜的神奇食材——小松菜。说到富含铁的蔬菜，大家通常会想到菠菜。不过，其实有一种蔬菜的铁含量更高，那就是小松菜。以每100克计算，菠菜约含铁 2.0 毫克，小松菜约含铁 2.8 毫克。因此，
小松菜在营养方面是非常优秀的蔬菜，铁在人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它作为血液中的血红蛋白，负责将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。如果缺铁，氧气供应减少，全身代谢下降，容易疲劳，皮肤状态变差，加速衰老。因此，有意识地摄取铁，对于健康和抗衰老非常重要。另外，小松菜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处理方便。菠菜中含有草酸，这会影响铁的吸收，因此需要先焯水再浸泡处理。而小松菜草酸含量较低，可以无需复杂处理，直接烹调，非常适合忙碌的日常生活。而且，小松菜的优点不仅仅是铁，钙含量也非常高，约为菠菜的3倍，有助于保持骨骼和牙齿健康。此外，小松菜以及青菜类如油菜等，都属于抗氧化能力较强的蔬菜，可以清除体内的活性氧，帮助延缓衰老。这些绿叶蔬菜营养丰富，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每天适量加入饮食中，能够很好的支持整体健康。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第8个，在不减少肌肉的情况下燃烧脂肪的日式烤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尤其值得积极摄取的就是日式烤鱼。其实，这道看似简单的料理中，蕴含着对减脂和抗衰老都非常有益的营养成分。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它丰富的蛋白质，蛋白质可以提高餐后的代谢效率，帮助身体更有效地燃烧热量。此外，日式烤鱼中还富含被称为年轻维生素的维生素 B2。维生素 B2 能够促进脂肪燃烧，并帮助分解体内堆积的脂肪。正因为具备这样良好的营养平衡，在聚餐或喝酒时点一份烤鱼，不仅是常见选择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健康的明智之选。那么接下来进入第2部分，那些被忽视的食物，却可能让你看起来更年轻。首先介绍第1个，能抑制脱发、保持浓密头发的食物，牡蛎等贝类。我们的身体由超过40万亿个细胞构成，每个细胞都各自发挥作用，共同维持健康。这些细胞不断进行新陈代谢，从旧细胞更新为新细胞，而这个再生循环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常饮食。作为细胞主要构成成分的蛋白质，是不可或缺的营养素，但实际上，仅有蛋白质还不够，要生成新的细胞，还必须依赖一种关键矿物质锌。锌和铁一样，是参与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矿物质。如果缺乏锌，可能会出现皮肤粗糙、脱发、味觉异常。而富含锌的优质食材就是贝类，其中尤其值得推荐的是牡蛎，因为它的锌含量非常高，只需大约4个牡蛎，就可以摄取约10毫克锌，几乎相当于日本人一天所需的摄入量。虽然蛤蜊等贝类中也含有锌，但如果追求效率，牡蛎无疑是更好的选择。此外，锌还有提升免疫力、增强抗感染能力、帮助清除活性氧、抑制体内氧化，因此，它对预防色斑、皱纹等皮肤老化也有重要作用。也就是说，锌是维持头发健康、皮肤年轻以及整体身体机能的重要抗衰老伙伴。在日常饮食中加入牡蛎或其他富含锌的食材，可以促进细胞活化，让外表更加年轻有活力。接下来介绍第2个可以吃的防晒剂——墨鱼汁。说到对皮肤伤害最大的因素，首先想到的就是紫外线。当皮肤受到紫外线照射时，体内会产生大量活性氧，对细胞造成氧化压力，从而引发色斑、老化等问题，使皮肤的外观和质感明显下降。如果紫外线深入皮肤，还可能增加皮肤疾病的风险。不过，人体本身也具备防御紫外线的机制，那就是黑色素。虽然黑色素常被认为是导致色斑的原因，但实际上，它的作用是吸收紫外线，减轻伤害。当皮肤受到紫外线照射时，会促进黑色素生成。如果皮肤的新陈代谢正常，这些黑色素
会随着老废角质一起脱落，不会沉积在皮肤深层。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：晒黑之后，皮肤变深，然后慢慢脱皮恢复，这正是身体的自然保护机制。而有助于补充黑色素原料的食物之一，就是墨鱼汁。墨鱼汁的黑色，正来源于类似黑色素的成分，通过食用可以为身体提供相关原料。此外，墨鱼汁中还富含一种天然保湿成分谷氨酸，对皮肤保湿也有帮助。那么接下来介绍第3个，提升弹性纤维的韭菜炒肝。当皮肤失去弹性，脸颊开始下垂时，整个人会一下子显得更显老。这种皮肤松弛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是支撑胶原蛋白的弹性蛋白发生了变化。弹性蛋白是一种像弹簧一样具有弹性的蛋白质，被称为弹性纤维。它的作用是牢牢支撑作为皮肤基础的胶原蛋白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弹性蛋白的数量会减少，再加上紫外线和压力所产生的活性氧对其造成损伤，就会削弱其原有功能，导致无法很好的支撑胶原蛋白，从而引发皮肤松弛。虽然弹性蛋白由蛋白质构成，但要维持皮肤弹性，除了蛋白质之外，还需要摄取能够支持细胞功能的锌和维生素 A。因此，推荐的食物就是韭菜炒肝。肝脏富含铁、蛋白质和维生素 A， 韭菜富含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等抗氧化成分，营养搭配非常均衡，是打造健康肌肤的理想料理。此外，还有一些食物同样推荐，例如鸡蛋、鳗鱼、银鳕鱼。这些食物不仅含有优质蛋白质，还富含锌和维生素 A。如果再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绿色蔬菜，具有抗氧化作用，效果会更加明显。想要保持紧致年轻的肌肤，不仅需要外在的护肤，更离不开内在的营养补充。从日常饮食中有意识的摄取有助于皮肤弹性的营养成分，才能真正打造不输年龄的健康肌肤。从改善睡眠质量的生食，到提升代谢的洋葱，再到调理内脏、优化激素、增强抗氧化能力的各种食材，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，长期坚持下来，才是真正拉开人与人状态差距的关键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